钟雪平时去夜店作乐都说是我贪玩，她要照看我，所以不回家。这回她消失1个月，她爸钟锦文出差回来知道了，第一时间就打爆我手机。他怒声质问：沈芊芊，你终于敢接电话了？听到声音我瞬间愣住，一股寒意不受控制地窜上背脊。前世，就是这声音吩咐将我活活灌进水泥，再沉入大海，要我永世不得超生。我被保镖拖走的路上，钟雪抹着泪说送我最后一程，却附在我耳边嘲笑：芊芊，你就好闺蜜做到底，这口黑锅乖乖替我背了吧。我苦苦求她放过，问为什么。钟雪甜蜜一笑：反正你要死了，告诉你也没什么。我呢，和萧泽恋爱了。我呆住，萧泽分明是他爸钟锦文的死对头，而他更是荒唐道：下午我和萧泽商量好，帮他拿到我爸公司机密，可惜被发现，只好说是你让我这么干了。他说的理所当然，还说我命贱，能替他这千金大小姐死了也是荣幸。而我含恨重生，此刻钟锦文的骂声让我回过神。沈芊芊，你又把我女儿骗去哪？现在我妈躺在医院，要见到小雪才肯做手术。他骂的一句比一句难听，隔着电话都听出他怒火彻底爆发。你自己没出息放荡惯了，别带坏我家小雪。之前任由她和你一起，我只当女儿养了条狗逗她开心，你少蹬鼻子上脸。小雪她是千金，不能出任何事，不像你这死了也没人管的野草，你别逼我。最后一句威胁让我心头狠狠一跳，既愤怒又恐惧。我都死过一回，钟锦文是真的会痛下杀手。而且就在今晚，钟雪偷窃机密被他发现，就会甩锅给我，到时候就是我死期。怎么办？就算说了真相，钟锦文也不会信我。有次我被钟雪拉去酒吧，钟锦文打来就骂我：你失恋了，凭什么要我女儿陪你借酒浇愁？你知不知道她今天的相亲很重要？而我身边钟雪笑眯眯地摸着男模的腹肌，跟他们喝酒聊天，转头小声叮嘱我：我爸介绍的那些少爷好无趣，一点不会哄女人，我才不要。拜托你就说你难受要我陪。我硬着头皮好不容易稳住钟锦文，要挂电话时，钟雪却忍不住和男模放声大笑，喊着再来一杯。钟锦文从此彻底痛恨我，他又怎么会信我这坏女孩说的？毕竟钟雪在家嘴甜得很，扮演着贴心小棉袄，除非让钟锦文亲眼看见他的好女儿投入他死对头怀抱，钟雪现在应该就和萧泽在一起。记得我上个月最后一次见他，还是他要拿我身份证去孕检，这算算日子。或许今天还能给钟锦文看点更刺激的。我思考着计划，或许是沉默太久，钟锦文没了耐心，直接挂断电话。之后我从走廊回到公司继续处理文件，可没料到1小时后，一群人砰地撞开公司玻璃大门，几个黑衣保镖把我从工位拽下来，死死按在地上，众目睽睽，我毫无尊严地趴着，而钟锦文一步步走上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刚才打电话你半天憋不出一个字，心虚了是吗？可我把你家翻遍都没找到我女儿，你究竟把人拐到哪？感受到周围同事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我羞红了脸，拼命挣扎。我没有拐她，你先放开我！还撒谎！钟锦文飞起一脚踹在我头上，我顿时痛得眼冒金星，额角破开，鲜血顺着脸颊缓缓滑落。一旁我领导看了都不忍心，忙擦着冷汗替我说好话。钟总，是不是哪里弄错？我看小沈平时工作也是勤勤恳恳。钟锦文听了冷笑一声，他老实勤恳。突然他高举起手机，各位要不要看看这位平时勤恳的员工，你们的老实同事，私底下有多放得开？他点击屏幕播放视频，只见画面中我只穿着小衣，和好几个男模玩得正嗨，公司一片哗然。我用吃人的眼神死死瞪着他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当初钟雪刚点的男模上门不久，钟锦文后脚就开车到家门口，为了继续假装好女儿，钟雪就指挥几个男模扒了我衣服嫁祸我，还拍了视频。他威胁我往后给他打掩护，否则就把视频散播出去。我当初刚在大城市找到工作，我输不起，只好妥协。没想到到今天这一切还是被毁了。此时钟锦文还言辞如刀，一刀刀扎向我。当初我还担心女儿流落在外沾染不好的习气，不过小雪把这录像给我，我就知道差点冤枉她。沈芊芊，你才是她身边毒瘤，夜店玩咖，没钱还打肿脸充胖子，像我女儿要钱倒贴男主播，就该让人好好看看你真面目。钟锦文又叫保镖把视频投影放大到墙上，好让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。他还让我坐起来，掐住我下巴，迫使我抬头一起欣赏这画面，同时接受所有同事投来的轻蔑目光。女同事语气鄙夷：亏我之前以为他天天加班多努力，原来是急着挣钱去倒贴。可不是嘛，看着平时多朴素，原来私底下这么想男人。有男同事指着我嘻嘻哈哈的议论：这身材也还行，要不要考虑以后下水拍片？拍完了先给咱哥几个观摩观摩。一声声羞辱让我泪水不争气的落下。
这时领导给我递来一张纸巾，我心头一暖，谢谢。可领导摆摆手，不用谢，小沈，以后不要再来公司了。我怔住，抬眼只见领导看着我深深失望的眼神。可上周他还笑呵呵拍着我肩膀说要给我升职了，我张张嘴却哽咽到说不出话，指甲深深掐入掌心，鲜血淋漓。钟景文不屑地笑了，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。小雪前一天还发消息说和你一块，你再不老实交代，我还能让你更惨。说着他又点开屏幕给我看，又一片惨不忍睹的画面。那是我家一片狼藉，电脑冰箱所有家具都被打砸稀烂。钟景文冷冷道，我在你家没找到我女儿，看你房间都是垃圾，就顺便帮你清理了下，怎么有意见吗？他一把拽起我头发，让我仰头直视他。我气得咬牙，这里面很多家具都是房东的，坏了都要赔钱。钟景文无所谓的挑眉，房东有胆子就来找我赔，不过我看这一笔是要你出。我心里发苦，钟雪骗人说拿钱给我追男人，其实我苦苦攒钱寄回去，每餐不是馒头咸菜就是泡面，我哪有钱赔？钟景文看我皱眉，冷哼一声，这样就肉疼了。当初挪用我货款打赏主播，怎么眼都不眨一下？他抓着我头发，一把将我重重甩到墙上，我浑身骨头痛得要散架。都是你，我女儿那么乖，如果不是你天天缠着她，她连家门都不愿迈出一步。这就是钟雪在他爸面前打造的乖乖女人设。我靠在墙上笑得颤抖，真可笑，真想看看钟景文要是发现乖女儿偏和他死对头搞在一起，那表情会有多精彩。我嘲讽勾起的嘴角更激怒他。钟景文目光愈发阴狠，招手让保镖拿来一个破碎的相框，照片上女人搂着我肩膀，笑得无限温柔。沈芊芊，你家照片上这个我还以为是你母亲，这一查原来你是孤儿院出来，难怪这么没教养。还给我！我慌忙伸手，这是我和院长妈妈珍贵的合照，可保镖把我按住，钟景文就当着我面笑着一点点把照片撕得粉碎，甩手一扔。看来你很关心他，不过我发现这家孤儿院不少赞助人是我生意伙伴，你说我要是让他们停止赞助，你的院长妈妈会过得怎么样？我闭了闭眼，回想起院长妈妈多少次熬夜做手工补贴用度，生生熬坏了双眼，我瞬间面无血色。你不可以这样！钟景文拽住我衣领，把我提起来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我把你们平常去的夜店酒吧都找了，说我女儿在哪？我默了默，小声试探，如果我说去问问你的死对头呢？胡言乱语！钟景文果然不信，他乖女儿能跟死对头有什么关系？萧泽也不可能绑架，他恨我还撒谎，直接叫保镖把我拖进电梯，一路拖到楼下。我工作的写字楼就在闹市区，这动静一闹，路人都停下来纷纷围观，有人听了只言片语，就对我指指点点。听说没？这女的骗闺蜜钱出去花天酒地，反手还把闺蜜不知拐到哪去，她还不说，真该打死她。对，该死！都说防火防盗防闺蜜，看她穿这么穷，该不会是嫉妒人家白富美所以下黑手吧？人群憎恶的目光压得我喘不过气，再一看，我竟瞥见院长妈妈站在其中，眉头紧锁，满脸悲伤地看着我。钟景文指着他问我，沈芊芊，你看他能不能让你说实话？他竟找来院长妈妈威胁我。院长挤开人群向我走来，这时我像受欺负的孩子，终于看到家长，浓浓的委屈涌上心头。我哑着嗓子喊院长妈，一记火辣辣的耳光却打在我脸上。院长通红着眼训斥道，芊芊，还不快坦白，人家老板都跟我说了。说着他摁着我的头，一下下给钟景文磕头，你快给人家认错，你自甘堕落就算了，怎么还连累我和孩子们？院长急得喊出了哭腔，我磕破了头，鲜血把地面染得鲜红，可我只觉得心碎欲死。连从小看着我长大的院长妈妈也不信我。钟景文一边欣赏这一幕，一边接通视频通话，喂，妈，你要不还是先动手术？视频中的老人咳嗽着拒绝，不，我就要等小雪来医院看我。哎，我的乖孙女。老人眯起细长的眼，眸光阴冷，实在不行就报警吧，有人非要坐牢，看他能不能活着出来。这话很大声想说我给听，而我心底冷笑，果然找不到钟雪，他们就会选择报警。有警察在，我安全才有保证。这回我不像上辈子害怕的帮忙掩饰，钟雪很快会露馅，何况闹这么大，到时破门而入撞见的场面传出去，我让他们一家都没脸见人。警察不一会赶来，院长急得用拳头拼命捶我。好了，警察来了，你非要坐牢才开心。许多记者也闻风而动，
毕竟钟家的豪门八卦哪能上热搜？很好，我看人都到齐了，你们别打了。我都说。警察看着我满身伤痕，皱了皱眉，还是示意我先继续。其实钟雪说在家被看得太紧很难受，就想出来放松。她威胁我不能说出来。钟锦文立刻反驳：你胡说！我女儿说恨不得天天在家孝敬我，你还抹黑她。他把手机狠狠砸到我脸上，要不是警察拦着，还要冲上来打我。院长卑微地弯下腰，连连道歉，转头厉声责骂我：芊芊，我从小教你什么？人穷就要认，不能因为嫉妒人家有钱，就随便造谣人家千金大小姐，那是你能比的吗？我怎么会对警察撒谎？钟老板手上录像我还等着警察同志处理呢。什么录像？警察目光一凝，钟锦文只好调出视频，接着被教育这样做法不对。了解一番后，警察又问我：既然都被威胁，你之前为什么不坦白？我做出满脸气愤，我没想到他会曝光录像，那我还说什么？我就要看他干着急。既然警察同志你们都来了，我就说他女儿正在郊区一栋别墅潇洒。说来，这是钟雪前男友当初去找她又跳楼的地方。他还假好心说别墅不能要了送我，可我被沉尸那晚他说他和萧泽就在那幽会。我想了想，假装明显心虚的低下头说，既然都知道地方，要不就别闹大，都散了吧。不出所料，钟锦文本就不信我，见我这样他更怀疑，他直接打给钟雪，但还是没人接。警察同志，我女儿很乖的，要没出事肯定不会不接我电话，这很不对劲，我们一起过去看看。闻言我默默翘起嘴角。钟锦文，这是你自找的。警察和记者一下蜂拥到了郊区那栋别墅外，钟雪多半还觉得没人会发现，所以叫得很大声，屋外都听见。哎呀，你不要！钟锦文太紧张，他女儿都没听出这语气不对，还催促：快撞门，我女儿有危险！大门迅速破开，然而接下来的画面令人瞠目结舌。钟雪呆了呆，呀的惊叫一声，连忙捂住脸，但太迟了，数不清的记者已经高举话筒冲向他，将他围得水泄不通，提问夹枪带棒。钟小姐，请问您和您父亲死对头在死过人的房子幽会，是为了追求刺激所以贯彻到底吗？钟雪脸色一阵青白，张口结舌，只能伸出一只手胡乱地拍开镜头和话筒。身为豪门千金，您这样放飞自我，先斩后奏，请问考虑过宗众的感受吗？难道钟家和萧家要平息世仇，喜结连理？看这肚子至少是双胞胎啊，可喜可贺。一旁钟锦文脸黑得如同锅底，他踉跄倒退几步，死死捂住心口，喘着粗气。身边保镖熟练地给他喂下速效救心丸，过几秒他才缓过劲，目光如电朝我射来。你都知道对不对？你故意让我家小雪出丑。这时候钟锦文还舍不得骂他的好女儿，还在迁怒无辜。我往警察身边靠了靠，大声道：钟总，话不能乱说，是我把你女儿放在你死对头的腰上吗？是我逼她一边喊不要，一边把男人的手死拉过来不放吗？她的肚子也是我搞大的。记者听了眼前一亮，连忙拿录音笔录了下来。估计我和钟锦文这番对话明天能上热搜，毕竟够炸裂。你连番刺激，钟锦文再次气血上涌，脸都憋红，又一次喘着气服下速效救心丸。这边我捂着嘴偷笑，他也顾不上了，转而奋力拨开记者，一路横冲直撞到钟雪面前。小雪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你是不是被他骗了？钟锦文恨恨地瞪着一脸无所谓的萧泽，没料到钟雪却表情娇羞。爸，既然你发现了也没办法，我和萧泽是真心相爱，我愿意为他做任何事。堂堂豪门千金此刻却如同舔狗。记者敏锐地拍下这一幕，连同听了这话向后一仰被保镖接住的钟锦文，也没能逃过镜头。明日头条爆款预定，挣扎着好不容易再起来，他再也忍不住朝着钟雪高高举起巴掌。爸，不要打我！钟雪可怜兮兮地抱住肩膀，钟锦文紧抿着唇，颤抖着，这一巴掌终究是落在空气中。见状，钟雪舒了口气，又笑嘻嘻。爸，就知道你最疼我，我最爱老爸了，你别那么凶，也不怕吓到你外孙。他说着摸了摸大肚子。钟锦文仰天用力闭了闭眼，嘴角抽搐。身边保镖交头接耳又跑走一人再去买药。眼看钟锦文接受不能，习惯装无辜的钟雪眼珠一转，又熟练地甩锅给我。爸，其实我和萧泽认识都是意外，还要多谢芊芊呢。闻言，钟锦文要杀人的目光直刺向我，我赶忙拽住警察衣袖，泪如雨下，哀声控诉：警察，他要杀人，他会杀了我的。他那么有权有势，把我水泥封尸沉到海底都没人知道。警察安抚我，
我却吓破胆的样子拼命摇头。不，我不是瞎想。我直指额头，又卷起袖子，看他把我打成这样，他还有什么不敢？他还威胁我是野草，死了也没人管。我有录音，我立刻播放通话录音。钟锦文铁青着脸，咬牙瞪我。警察看他的目光越发凝重。呵，我也算提前跟警察报个备，我要出示钟锦文就是第一嫌疑人，这样我安全更有保障。钟锦文沉声：沈芊芊，你别岔开话题。左，你是怎么给我女儿设陷阱，让她上了萧泽的套？我真觉得无比可笑。钟锦文对他女儿就是有滤镜，认定她无辜，还自己脑补一出悬疑片。真想知道，当钟雪的伪装被彻底粉碎，钟锦文会不会直接气得升天啊？我压下心底雀跃，眉眼拧起哀痛。我就一个平凡打工族，我能下什么套？别说萧总，我高攀不上。我要敢乱来，钟总您一根指头就能摁蚂蚁那样摁死我。我再次看杀人凶手那样怕怕的看向钟锦文，毕竟死过，这恐惧也不用装。警察见状把我围起来，更加警惕地看向他。钟锦文暂时拿我没办法，只能气冲冲针对他认定的罪魁祸首萧泽。萧总，这是该给我一个交代吧？不等萧泽说话，钟雪为了维护他的情郎就挡在前。爸，你别激动，萧泽和我瞒着你也是想等孩子出生，让你一下当外公惊喜一下。我看是惊吓。钟锦文如同做了噩梦，满头冷汗。事到如今，他也不想和这女儿多说，他死盯着萧泽，而后者看着钟锦文的脸，仿佛在欣赏他纠结的神色，好半晌才嗤笑一声：钟锦文，你要我说什么？说我玩了你女儿。他夹着烟的手伸到床外，弹了弹烟灰，随即起身把钟雪推开，脸凑到钟锦文面前，轻蔑一笑：死对头，还是你要我直说啊？你女儿究竟是如何倒贴我的？钟雪不可置信的尖叫。萧泽。萧泽揉了揉耳朵，吵死了，闭嘴。他眼里的柔情不复，有一种提上裤子不认人的冷酷。钟锦文大怒：萧泽，你对我女儿什么态度？他挥手就要叫人教训萧泽，然而萧家的保镖这时候也赶到，两方对峙，势如水火。记者的快门摁得要起火。这时候钟雪还站出来，泪眼盈盈给头条提供素材。他颤颤问：萧泽，你是不要我和孩子了吗？他真傻。以往他是富家千金，挥金如土，那些男模男主播自然对他众星捧月，不敢说一个不字。可换成豪门萧家，真的稀罕他吗？钟雪想不通，可我隐隐猜到，前世萧泽要钟雪给他偷机密，如今提前暴露关系，恐怕原计划也难以实施。他索性直接搞臭钟家，丑闻爆发，让钟氏股票暴跌。萧泽根本就没爱过钟雪，只有利用。接下来他说的只会对钟雪更致命。我好期待。我两眼亮晶晶的，明显怀着某种幸灾乐祸的愉悦。钟锦文一眼注意到，瞪着我眼睛要喷火。随他，反正他死活就认定我不对，要搞死我，还不准我笑他了。钟锦文也是焦头烂额。萧泽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爱我，在逗我。眼看女儿还在镜头前喋喋不休，如同苦情怨妇，钟锦文这下是彻底爆发。够了，闭嘴！你还嫌不够丢人？他一把抓过钟雪，忍耐许久的一记耳光，钟氏狠狠扇下。钟雪嘴角扇出血，惊愕地看着他爸，眼看钟家乱成一团。萧泽乐得拍手大笑：钟锦文，难怪你女儿说在家被你管得透不过气，你越霸道，她就越爱去夜店玩男模，特刺激。钟锦文一愣，如今有女儿和死对头滚床单的事实摆在前，再听萧泽一说，他很难不信。他看着钟雪的目光渐染阴霾，乖女儿的形象在眼中一寸寸破碎。爸，你别听他瞎说。发现萧泽如此绝情，钟雪果断再次抱紧他爸大腿，甩锅给我。我也没想到那天在夜店会遇到萧泽，然后一步错步步错，我错了，都是沈芊芊非要拉我去，她算计我。我火冒三丈，前世就是钟雪这样一次次陷害，将我推向死路，这回我要当众撕破她的脸。我双手抱胸，毫不畏惧。警察同志尽管去查，查监控，查夜店酒吧，查那些酒吧男模男主播，200多个男人呢，都去查。看看每回是谁硬把我拉进门，看谁玩的最花。钟雪，我再也不要当你的遮羞布，挡箭牌了。钟雪立时对我咬牙切齿，她当然经不住查，好女儿也装不下去了。猜猜你爸会把你怎么样？谎话精！我笑着刺激她。钟雪还垂死挣扎，在钟锦文越发不信的目光下强行挽尊。爸，真的是萧泽他引诱我。而萧泽的应对是打开手机，播放一段录像，里面钟雪身着极为暴露的内衣。
口口声声说着萧泽，我没你不行，你就抱抱我。我当初在夜店第一眼就看上你，所以主动找你喝酒。铁证如山。钟雪崩溃大叫一声，当场晕过去。钟锦文脸色灰败，让保镖赶紧把人抬走。他暂时动不了萧泽，便迁怒于我。沈芊芊，我记住你了。我心头一沉，感觉到钟锦文眼底的杀意，和我被沉尸那晚一样，令人胆寒。这时院长走上来，环住我肩膀，轻轻说：“芊芊别怕，他要动你，院长妈妈挡在你前面。”我鼻头一酸，误会终于解开。其实院长就是个有着爱心、爱着家人，还有些胆小怕事，想要老实安生过完一辈子的普通人，所以遇到权贵就本能的想要退让，拉着我卑微的祈求一线生机。如今他把头埋在我肩膀，大哭着不敢抬头看我，声声愧疚：“是院长妈妈误会你了，对不起，你打我消消气吧。”他替我委屈不平。为什么有的人就这么坏？我们老老实实的活着，又没招惹他。我长叹一声，不知如何解释。有的人轻易能碾死蚂蚁，所以就何乐不为啊？钟锦文现在就想碾死我。那晚被水泥灌满口鼻的窒息感向我袭来，他铁了心要杀我也拦不住，也不会放过院长妈妈吧？到时候孤儿院的赞助断掉，孩子们和院长该怎么活？晚上我录完口供，心情沉重地从警局出来，没想到萧泽静开车停到我面前。沈小姐，有空单独聊聊吗？我警惕地退后一步，眼前可不是个好相遇的。萧泽阴很果决，他被我这举动逗笑，看着我脚上褪色的旧鞋，他说：“一味退让，最后只会退到悬崖，摔个粉身碎骨。唯有主动出手，才有一丝活路。”我瞧了瞧他，苦笑：“我哪有资本？”萧泽摊了摊手：“不就在你眼前？”他轻弹烟灰，接着道：“钟锦文拿我没办法，他会干掉你初期的，相信我。而且他还会停掉你院长老妈的孤儿院赞助，让他也走投无路，说不定最后再来个车祸，斩草除根。”萧泽悠然地呼出一口烟，我握紧双拳，当然知道他说的会成真。抬起头，我直视他双眼。所以呢，萧总该不是来关心我或者吓唬我的。您的目标是钟家，请问我能帮您什么？萧泽笑容舒展，聪明。事已至此，唯有彻底搞臭搞垮钟家，你才能活下来。你的事我统统调查了，被录像威胁，今天还被暴打造黄谣丢了工作。我要你公开状告钟景文，他们钟氏恶势力欺压平民。见我目光闪烁，萧泽又补充：“不怕，我会帮你请最好的律师。这事情不会被压下，我负责把它闹大，闹到公众面前。”说着，他低头拨弄手机，指尖划过一支支视频。再有钟雪这些录像的舆论，哼，我看你钟氏这回的股票还不跌停，还凭什么跟我抢这次项目招标？萧泽的判断很准，舆论一般会狠狠对准女性，而他这花花公子往往能置身事外。他又抬眼看我，非常有情商的开出价码：“石成浩，你那家孤儿院我来赞助，反正也是个好名声。我额外还能给你一些奖励。”萧泽绝对给得起价，毕竟要是弄垮了钟家，我所得到的和他吃下的新市场份额一比，简直九牛一毛。可他还嫌给钟家的打击不够致命，这该怎么让钟锦文彻底完蛋，翻不了身？萧泽嘶了声，夹着烟的手食指挠了挠头，目光一亮：“沈芊芊，在别墅，你说钟景文会把你沉尸大海，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？”我反问萧泽：“你不觉得我是着急乱说话？”他饱含深意地注视我：“豪门都一个圈子，有些事不会空穴来风，可有人明面上做得太干净。”我沉默思考片刻，若非死过一回，我也想不到表面上光鲜的豪门钟家有个专门的抛尸地。我回想起那座靠海仓库中，地上斑斑血迹尚未擦干，以及墙角的水泥罐，我止不住颤抖，深深吸着气说：“萧总，我知道一个地方。”之后几天，我和萧泽的律师谈了不少开庭的具体事宜，萧泽也没闲着，
他先在网上放出钟雪主动勾搭他，甚至可以说饥渴勾引他的录像，这就给钟氏第一下沉痛打击，舆论哗然，股票暴跌。再顺着钟雪这事曝光，她被豪门认亲后抛弃前男友，男友跳楼又威胁我嫁祸给我，顿时网上对我同情声不断，越了解越心疼。萧泽说这是为我开庭预热造势，到时一定更多人支持我，钟家的丑闻更能充分发酵。在股票持续下跌的情况下，钟家要再吃我这一记暴击，啧我都不敢想。我要是钟锦文都想弄死我自己，只要我消失，钟氏就有喘息的时间，反正死无对证。他该是这么想，也就这么做了。开庭前1周深夜，我在家被人从暖烘烘的被窝拽出来，刚喊一声放开，我的嘴被捂住，迅速贴上胶带，接着被按在地上五花大绑带走。一切是那么熟悉，我仿佛又回到被沉尸的那个夜晚，心脏狂跳，浑身被冷汗浸湿。车子飞驰，将我送到那燃血的仓库。我被绑在椅子上，屋外海浪澎湃，钟雪哗啦一声拉开铁门。沈芊芊，可叫你落到我手上。他语气凶悍，但从干瘪的肚子看，该是被拉去打胎。没被照顾好的脸色比我还惨白。千金大小姐怕是不复从前，可她还有报复的冲动。你是不是很怕？来啊，叫一声。差点忘了，你不能说话。他一下用力撕开我嘴上胶带，我痛得直咧嘴。钟雪走上前还想说什么，突然身后传来暴喝：让开！钟锦文不耐烦地伸手推得他一个踉跄。爸！钟雪眨眼溢出泪，眼神委屈地祈求怜惜。可往日对他疼爱的父亲，此时把嫌恶都写在脸上。钟雪，你别在我面前演戏，你把老子害得还不够惨，都是你乱搞，一再闹得公司出事，你这闯祸精！看钟雪还敢舔着脸凑上来，钟锦文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一巴掌就重重盖上去。钟雪捂着被打裂的嘴角嘤嘤哭泣。钟锦文愈发烦躁，还敢哭？要不是你哥坐飞机出事，轮得到你这草包回来享福？说到飞机失事的妻儿，他心痛不已，越看钟雪越不顺眼，又一脚踹上去。给我滚！钟雪直接扑倒在地，头都磕破，鲜血直流。钟锦文懒得再看一眼，转头对我狰狞道：沈芊芊，老子的戏看够了吗？现在我们来算账！我满腔气愤，算账？钟锦文，你会到今天这地步，还不是你纵容你女儿？钟锦文蛮横道：我不管，如果不是你那天说出我女儿下落，也不会害我这样。我都要气炸了。那天我不说，钟锦文看那架势就要弄死我。这父女俩真是一脉相承，遇到事都要甩锅给别人。我跟他说不通，钟锦文还越说越恨。都是你，我妈后来知道这事，当场就心脏病发死了，所以你更要一命赔一命。你别乱来，我身子死命向后仰。钟锦文狞笑，本想给你灌个水泥就算了，就像之前其他人，但这怎么够解气？我给你来点特别的。说着，他拿起带锯齿钳子一样的刑具，一步步向我逼近。我死盯着钟锦文，你真要弄死我？他斩钉截铁说：当然。好吧，我说，那外面的人也该都听见了，呈堂证供啊。什么？钟锦文一愣，身后铁门轰然被踹开，黑压压的身影涌进来。警察，不许动！还在发懵的钟锦文就这样被警察围住，铐上手铐。我长长吐出一口气，看向萧泽：萧总，还好你准时。他笑着上来给我松绑。辛苦了。其实我之前就和萧泽商量过，要彻底打得钟锦文不能翻身，最好是当场抓他个人赃俱获，那我就是现成的诱饵。钟锦文满以为绑架我不会被找到，可我早把地址告诉萧泽，他让警察提前埋伏。如今看钟锦文低着头被押走，我终于畅快对他说道：钟锦文，我赢了。他沉默，将头埋得更低。之后法庭上我当面指证钟锦文侵犯公民隐私名誉权及涉嫌绑架杀人，数罪并罚，直接死刑。钟氏集团也因我的事股票跌停，被萧氏夹击，最终破产，豪门树倒猢狲散。至于钟雪，钟锦文那一脚让他磕坏脑子，成了半疯癫，没人管，成天和流浪汉在街上抢纸皮，偶尔清醒，回想起曾经身为千金小姐的一切，又让他痛苦嘶吼，一切是聊。萧泽帮我删除视频，信守承诺给了我一张支票，我提前实现财富自由，但还是选择平静生活。院长妈妈，往后我就陪你一起照顾孩子们。春光明媚，我靠在院长肩头，看孩子们撒欢跑来跑去，欢声笑语，过往伤痛终将被这一切美好治愈。往后人生我也将勇敢面对，不畏风雨，